名为拉丁文中的短剑 Gladius。这台飞船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个用途。You are clear to launch. Aegis access activated. Systems green. 大家好，我是尼海尔。这个影片中，我会对星际公民最具代表性的战斗机 Gladius 短剑做基本介绍及分析。最后，我会分享一些个人的想法。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Gladius 以下简称短剑，可以被归类为单人驾驶、军用轻型战斗机。短剑是由 Aegis Dynamic 神盾动力工业所开发，这是一间曾经是上个世代 UEE 主要的军事承包商。近年来，他们已经慢慢转向民间市场。他们过去可靠的军用飞船，现在退役下来后，都很受民间执法及维安单位欢迎。短剑在 UEE 海军服役的3个世纪之中，一直不断地被改良。虽然近年慢慢开始被更先进的战斗机取代，也是因为这样，民间市场才开始有机会能取得这些备受追捧的短剑。为战斗而设计的短剑是拦截与护航任务的首选。短剑系列中，除了一般基本款，也包括了海盗短剑跟鹰豪短剑。不过它们的差别仅只有外观跟原厂配备。短剑在游戏中目前已经开发完成，它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取得。短剑总共可以在驾驶舱前方以及两侧机翼上各搭载到3把固定的尺寸3武器，或是可以选择搭载有瞄准辅助的尺寸2武器。短剑总共有4个尺寸3的飞弹架，这里可以视需求搭载各种尺寸1到3的飞弹。飞船前方右侧可以在未来储存驾驶的备用武器。飞船前方左侧则是进入驾驶舱的入口。短剑的驾驶舱视野非常干净，几乎没有被飞船的结构阻挡，这是一台优秀的战斗机该有的标准。短剑启动时有其他飞船没有的特效，这是从星际公民并行开发的单机游戏42中队导入。这里我会分享一些武器替换上的建议。因为短剑体积小又快速，它非常适合近距离缠斗。武器上我会选择3把固定的尺寸3、损耗3雷射机枪。损耗系列的特色就是伤害大、射程短，这点刚好跟短剑的特性相辅相成。对抗其他玩家的情况，我会推荐用10弹的螳螂 GT220 格林机枪，因为实体弹药可以部分伤害穿透敌人护盾，直接对本体造成伤害。护盾会随时间慢慢修复，但是实体护甲被破坏后不会在战斗中自己修好，所以遇到持久战可以慢慢把敌人磨死。2颗原厂护盾我会推荐替换成护盾值跟修复速度都很优秀的军用 FR66。原厂电源机是把耗电的雷射武器跟2颗 FR66 都超频，也能承受得住，所以它没有替换的必要性。但是真的想用到最好的，还是可以替换成充电更快的 JS300。量子引擎的选择上，通常跳跃速度跟燃料消耗是成正比。短剑原厂的量子引擎跳跃速度上是没话说，但是小型飞船的燃料承载量毕竟有限，所以它不适合让短剑长距离跳跃。有需要的话，我会推荐把它替换成省燃料的 Voyage。短剑的用途就只有一个：战斗。短剑在6自由度中各项的灵活度都非常杰出，这让它可以在缠斗中近距离贴着敌人的攻击死角。短剑完全可以单独胜任到非常困难等级的赏金任务，或是去挑战其他玩家。短剑上完全没有像床之类的生活设施，所以驾驶的生理需求还是要在飞船停靠的时候才能去处理。
短剑当然也可以胜任像是调查任务、挖矿、地面战斗等等的第一人称游戏内容，这方面就不多详述。以下我会挑选定位与价位相当的竞争者来跟短剑比较。这些飞船的价位全部都在$100以内，并且随时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得到，或是 CCU 升级。1. 体积大小。虽然目前很难找得到准确的详细资料去分析这些飞船的体积，但是在战斗表现上，原则是飞船的体积越小越好，尤其是飞船的高度。5艘飞船里面只有 Arrow 跟短剑在外观上是适合缠斗的扁长型。2. 速度。除了泰坦跟野马 Alpha 比其他3艘飞船慢了一点以外，它们不管是在零重力的环境下，或者是大气层内，标准速度、最高速度、加速全部都很优秀。3. 姿态控制。除了泰坦的翻滚速度较慢一些，他们在战斗操作上都很容易准心对到目标。4. 火力。除了新手飞船野马 Alpha， 其他4台的火力都差不多。Arrow 跟短剑虽然前方不能带到尺寸4的武器，它们适合近距离缠斗的特性，可以配合使用更暴力的近程武器来弥补。5. 飞弹。除了新手飞船野马 Alpha， 其他4台都能搭载飞弹。短剑能搭载的飞弹尺寸跟载弹量仅只差 325A 一点。6. 护盾。除了体积特别小的 Arrow 只能带到1个小型护盾，其他4台都是标准的2个小型护盾。7. 其他。这里 Arrow 跟短剑一样，他们没有床、没有厕所，也没有货舱。但是短剑本来就只是拿来打架，所以 I don't care。以上比较后，你会发现短剑其实没有一项是特别突出的，但是它的强项就是你也没办法在它的战斗表现上挑出任何致命弱点。难怪游戏平衡怎么改，就是动不到它的地位。难怪任何其他战斗机都会拿它当标准做比较。难怪它可以在 U11 海军服役超过3个世纪，还没有办法被完全替换掉。哦，你知道吗？短剑同时也是开发中的42中队里的主角机，因为这样你可以期望短剑每次更新都会是优先被制作小组最佳化的战斗机。讲了这么多，你知道短剑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吗？ That's right, boys， 那就是它帅到爆炸的外观。即使不提短剑的表现，光只是看着它也是享受的一种。因为强是一时的，帅才是一辈子的。这里我必须说，星际公民依然是在开发阶段，目前还是 Alpha 测试版本。短剑不会一开始就直接推荐给还没进入星际公民的玩家，给新玩家都是只推荐最低门槛的野马 Alpha 或是极光 MR 新手包。但是给那些一愿意多花一点钱来支持星际公民的开发；2进入了星际公民，然后发现战斗才是自己的号召；3已经有其他飞船去胜任其他游戏内容，那 Aegis Dynamic 的 Gladius 绝对是你 CCU 升级的首选。看到这里，有些观众可能也会想加入来当个星际公民。如果你还没有创游戏账号，那请让我用推荐码的5000 UEC 来赞助你的飞船做升级。对星际公民有任何疑问的观众，也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或是加入我的 Twitch 来找我 hang out。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